一周过去，快和我一起来看看本周有哪些有趣的科技新闻和各种软件项目吧。AI， 首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本周的 AI 相关消息。OpenAI 发布 AI 代理工具 Operator， 它可以不经用户操作，自己控制浏览器，查看网页内容，进行输入、点击、滚动等交互动作。只需要给它一个命令，它就能自动完成填写表格、订购杂货等操作。豆包发布了新模型豆包 1.5 Pro， 该模型是由 MOE 架构，仅用较小激活参数就能超越一流超大稠密域训练模型。在评测中获得了不属于拉玛 3.1 405B、GPT-4o 0806、Cloud 3.5 等顶尖模型的能力，且拥有高性能推理、视觉多模态、语音多模态等能力。其中的语音多模态不仅有高智商，还具有丰富的情绪。我这满心的委屈跟谁说去啊？明明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还是得不到认可。 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，性能对标 GPT-O1 正式版，且在第三方评测中也获得了极好的成绩。综合来看，可能是目前最强的开源图理模型，并且该模型只用了极低的成本。 DeepSeek 同步发布了一篇论文，公布了该模型训练的全部技术细节。该模型在国内外技术社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称赞，具有非常大的意义。腾讯开源了混元 3D 生成大模型 2.0， 可以用一句话、草图、人物照片生成 3D 模型，且支持生成高清纹理，还能使用模型一键生成动画，生成 3D 游戏视频。2. 小米发布小米苏7召回计划，召回2024年2月6日至11月26日生产的部分苏7标准版，共30931台。召回通过远程升级系统的方式进行。本次召回主要是因为10月14日多个车主遇到的自动停车事故。小米系统软件部总监张国权发布微博，称小米正在内测一项新技术 WinPlay 引擎，该引擎以系统级能力采用了3层虚拟化技术，实现了澎湃 OS 对 Windows 游戏的跨生态兼容，并拥有超高的能效。在小米平板 6S Pro 12.4 上 GPU 性能损耗仅 2.9%。 3. 美的发布关于简化工作方式的要求停止表演式工作，公司内部沟通严禁使用 PPT， 严禁让他人代写材料，严禁下班时间开会，形式主义加班，减少微信群，严禁喊各类口号，严禁内部送礼，除了团建外的吃吃喝喝，严禁安排客户娱乐活动。4. 微信上线红包封面自定义功能，用户可以在红包封面页面自行上传静态照片，制作属于自己的红包封面。微信在 iOS 上线了新的语音通话接听页面，但并非是使用 Call Kit， 而是 Live Communication Kit。 用户在系统升级到 17.6.1 版本及以上，微信升级到 8.0.55 版本就能体验到此功能。微信支持了使用 Apple Pay 付款，但是仅未实名用户和护照用户能使用。1月21日是微信的14周年，微信放出了自己的第一行代码。我的评价是传下去，微信开源了一行代码。5. 其他新闻，网信办发布了25年春节期间的网络环境整治行动，主要针对挑起对立、不实信息、低俗恶俗、不良文化、违法活动、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多项问题。继荣耀 CEO 赵明离职之后，中国区 CMO 江海荣也发起了离职。江海荣在华为和荣耀工作20多年，曾经负责研发和市场工作。网易云发布公告，因为版权原因，将会下架韩国 SM 娱乐公司旗下的全部歌曲内容。1. OpenAI， 此前在发布会上 OpenAI 发布了 O3 模型，该模型在数学、代码等评测中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甚至可以超越顶尖的人类程序员和数学家。但是最近有小道消息爆料， O3 的成绩存在作弊行为。 OpenAI 提供了资金支持，并提前获得了数学基准评测中的部分题目。 OpenAI 宣布将会和软银等巨头成立一家新公司，并开启项目 Stargate。此项目将会在4年内投资5000亿美元，为美国建设 AI 基础设施，并立即投入1000亿美元。随后，马斯克评论，他们实际上没有钱。2. TikTok， 本周仍有大量的 TikTok 相关的小道消息，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。1月19日 TikTok 发布公告，美国颁布了一项禁止 TikTok 的法律，所以你现在将不能使用 TikTok。 特朗普已表示，他上任之后将会合作恢复 TikTok 服务。随后 TikTok 在应用商店下架，字节跳动旗下的 Lemon8、CapCut 等应用也同步下架，但是该限制仅仅持续了1天。20日 TikTok 开始逐步恢复服务，其他应用也在随后恢复。同日，刚刚上任的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，把禁令推迟了75天。但特朗普也表示，美国要拥有 TikTok 50%的所有权，
接受马斯克或埃里森收购 TikTok。3. 7zip 被发现一个新的高位漏洞 CVE-2025-0411， 该漏洞允许远程攻击者绕过 Windows 的 MOTW 保护机制，在系统上执行任意代码。简单来说，正常情况下，从网络上下载一个不明软件之后，在运行时系统会弹出一个警告弹窗，而漏洞情况下会绕过此弹窗。目前该漏洞已经修复，用户更新软件即可。4. 百度网盘，有网友发现百度网盘也开始限制多设备登录，手机、电脑设备不能超过3台，平板电视设备不超过2台，并且踢出其他设备也有限制，每周只能踢出2次，如果超出限制将会无法登录，也无法将其他设备踢掉。5. 微软从2月份开始将会自动保存账号的登录状态，而不会像之前一样过一段时间就需要重新登录。微软又上线了针对 Chrome 的新策略，有网友发现在 Edge 中使用 Bing 搜索 Chrome 时会自动折叠 Chrome 官网的链接，需要点击查看更多才能打开官网，但是目前该策略应该是在灰度测试阶段，并不是所有用户都能触发。6. 其他消息，某视频平台员工和一名网友发生争吵之后，对该用户的隐私信息进行了开盒，随后滥用员工内部职权，在平台上加载了恶意代码，导致该用户访问平台的时候，页面显示账号已被封禁，随后平台启动内部调查，该员工被开除，恶意代码也被去除。字节跳动开启 AGI 长期研究计划，采用更长期的考核机制，鼓励项目成员探索更长周期、具有不确定性和大胆的 AGI 研究课题。1. HS Freezer Hidden in the Snow， 这是一款让你可以随心冻结游戏的开源软件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，随时对游戏进程进行冻结，并自动释放 CPU 和 GPU 的占用，并且解冻游戏之后，游戏进程将会完全恢复。假如你在玩 A 游戏，玩着玩着忽然想去玩 B 游戏或者办公，那么你不需要把 A 退出，只需要冻结一下就可以了。只要你有足够的内存，你就可以在电脑上同时启动很多游戏进程，不用担心 CPU、GPU 被占满。2. SMS Forwarder， 这是一个开源的短信转发器，假如你有多台手机，就可以把它装在其中一台手机上。这个软件会根据你设置的规则，自动转发手机上的各种消息、通知到另一台手机，并且它支持多种消息转发渠道，可以用邮箱，也可以用各种社交软件。3. Moodist， 这是一个开源的白噪音网站。白噪音是一种让人可以放松、专注、助眠的声音。Moodist 一共有超过75种白噪音，并且它还支持记事本、番茄工作法计时器、待办事项等各种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功能。本周 Epic 新美游戏为倾听话语最美好的景色，这是一款第一人称解密游戏，玩家会扮演一个画家，通过手中的画笔解开各种谜题，并逐渐完成画作。Steam 4400人，好评率 95%， 是一款小而美的作品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我是玄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